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，仅用了3天时间，在10米高的悬崖上打造出气派的山顶洞穴，里面不仅有东北大火炕，还自制鱼竿进行垂钓，成功吃上香喷喷的烤鱼。自从王建国在山顶挖了个洞，住上几天，发现还是有点潮湿，于是他打算重新给内部做个精装修。只见他去附近收集一些干燥的树皮，在野外生存就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，就能利用周边有限的资源，做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他把这些干燥的树皮都给点燃，直到全部烧成渣渣灰，就可以用来制作野生混凝土。不过在这之前要先编织个筛豆，就需要野生藤条来进行编织。对于这种祖传的编织手法，建国早已手拿把掐，他横七竖八地将藤条穿插在一起，直到形成一个四四方方藤拟，然后给固定到木框中，就得到一个简单的筛斗，然后将土木灰全部放入其中，经过严密的筛选之后，就得到了细腻的炭灰。顺势再请他们喝口82年的泉水，就能激发其内在的潜力，让他们牢牢团结在一起，放在炉篦子上烘烤一番。趁这个功夫，他找来一些上好的黄土，用木棍敲打成碎渣后，继续筛选出细腻的土质，然后把烤熟的土木灰揉碎了与黄土搅拌在一起，就能得到野外最强混凝土，其粘性已经到达无法描述的程度。从建国这个丝滑的手法就能看出来是相当给力。这样既干净规整，同时还能防止渣土掉落。看着野生水泥调配的不少，但是用起来才知道有点少。好在建国这里都是零元购，完全够他尽情的发挥。这种碳化后的土木灰十分昂贵，每1000克就是1公斤，而且在建国这里都是免费。随后他把整个东北火炕都给涂抹一遍，严谨的他边边角角的位置都没落下，就连地面都涂抹得相当丝滑。从里圈到外圈，爱的魔力转圈圈。看得出来建国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，当即就去附近撂倒几根树胸，带来一套灵魂的沟通。建国只用了2个小时，就绑来了成群结队的原木，然后展示他精湛的斧工，将圆柱体通通变成了方形。这还没完，为了让木材看起来更加光滑，拿出他祖传的小李飞刀，直接给木方来一套去角质服务。有了合适的原木，锯起来就方便很多，很快就结出一片片木板。有了这些规整的木板，他开始着手下一步的流程。只见他用炭灰给木板做标记，而且每个位置都要错缝排列。建国按照这个方式将所有的木板都安排了一遍，然后用锯子打个前阵，再用凿子细细打磨，直到每个木板上面都呈现锯齿状。要说小伙精神在，到哪都是实力派。很快把所有的木板改造完毕，再把树上分泌出来的蜡油放在火上加热融化，这就是大自然最好的防护漆，将其作用在地板上，美观的同时还能延长使用寿命。待得彻底晾晒干净以后，他开始正式的搭建环节。只见他把加工好的木板一片片排列在一起，而且每一片都要精准的卡上去，围绕着整个室内的弧形轮廓，一根一根的排列成一个整体。过程中还要预留出灶台口，为了使得木板连接得更加紧密，他都会用工具钻出相应的孔洞，然后用木栓进行加固。直到把整个墙体全部覆盖。就从建国这个手法上来看，最起码有1昆年的瓦匠经验，但凡少1天都达不到这么精准。待得完成的差不多以后，剩余的木板也没有浪费，他继续将其拼接在一起。为了节省室内的空间，他打算自制一张折叠餐桌。看着建国干净利索的手法，无不彰显着大师的风范。只见他1比1复刻个折叠腿，随后他结了2根手臂粗的木棍，用工具钻出相通的孔洞。此时只要用木栓敲击进去，就可以充当餐桌的转轴。这榫卯结构算是被建国玩得明明白白。随后给桌子安装在提前预留好的凹槽内，用粘土把2个转轴固定好，这样一个嵌入式餐桌搞定。高兴的建国直接从包里拿出鱼线，准备去河边进行垂钓。虽然天空已经黑了下来，但是一点也不耽误他钓出来小鱼。建国在河边直接清理一番，随即将小鱼进行改刀，放上让人鼻孔敏感的小香料，将其用竹签子串联在一起。今天打算来个烟熏烤鱼。至此，建国在这里过上了世外桃源的生活。